那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对，这个确实是个老大难问题了。这其实一直就是块难啃的骨头。过去呢，这两块运镜和动作往往是分开来控制的，是，很多时候就顾此失彼了。那大家现在看到呢，就是完整版的 Multi-Talk。因为呢，我们之前做的那版其实只是一个人物，然后再对口型。虽然呢，它的整体的质量也非常的高，但是呢，我们一直也在说它不是一个完整版的。因为完整版的 Multi-Talk， 它的核心是要驱动两个不同的角色，然后再做一个互动性的一个交流。那对口型当然是里边比较关键的部分，但是呢，多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那所以说大家看一下，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两个人在播一个播客的这样一个场景。那不管是整体的质量、光影的一致性、对口型的效果、动作的流畅性啊，都是非常棒的。那下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那要实现这个功能的话呢，我们同样用到 K 神的 1Y6 的扩展啊。这个扩展呢，在之前我们一直是切到 Multi-Talk 这个分支上去做的。那目前在主分支上呢，它已经完全实现了所有的功能。大家只需要把主分支下载下来，然后呢更新到最新版就可以了。另外的话呢，我们还需要下载 Multi-Talk 的模型。那我们打开 K 神在包包脸上的这个模型的列表啊，然后往下拉，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儿有一个 Multi-Talk 的一个模型。这个模型的大小呢是 2.7 个 G， 大家把它下载下来，放在你的 Diffusion Models 里边就可以了。好，下边呢我们看一下工作流的部分。那我在 Running Hub 上呢，给大家构建了对应的工作流，大家可以通过 Running Hub.ai 来访问这个平台，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回头呢，你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搜索一下有趣的80后程序员。那我们今天所有的工作流的实例呢，也会发布到这个平台上。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视频描述区的邀请链接来注册 Running Hub， 可以获赠1000点的赠送点数。另外每天登录呢也会有100点的 RHB 的赠送，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免费的来尝试一下你自己的工作流。好，下边呢我们就看一下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工作流啊。那这个工作流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核心的这个节点。是它，那主要是对这个节点呢做了一个更新。大家注意啊，它现在呢可以支持4个通道的音频，有 Audio 1、Audio 2、Audio 3和 Audio 4。另外的话呢，还多了一个叫 Reference Target Masks， 就是你必须要以遮罩的形式来说清楚啊哪个遮罩对应着哪个人，这样的话呢，方便他去应用他的注意力机制，让他动起来。所以说这是最核心的这个节点。好，下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Audio 1和 Audio 2是怎么去做的。在看这个原始的声音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地方。大家注意，声音呢，它的组合呢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它这叫 multi audio type， 就是多音频的类型。它这儿有并行的，也就是2个音轨，它的长度一样。一个音轨是一个角色的声音，而另一个音轨呢是另外一个角色的声音，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是 add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是有多个声音片段啊，比方第一个人有3秒，第二个人呢有2秒，那我可以选用 add 的方式把这3秒和2秒给它加起来，那总的长度呢就会是 Audio 1加 Audio 2。但是你要注意啊，如果要是 add 的方式的话呢，两个人啊只能你说一句我说一句，这就完了啊，它没有办法做到超长视频的一个互动性的对口型啊，没有办法做到这个效果。好，下边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我的这个声音。由于我这儿选的呢是并行的这种方式，所以说你注意我这儿有3个声音啊。第一个声音呢是女性角色的声音，我们来听一下。对，这个确实是个老大难问题了。过去呢，这两块运镜和动作往往是分开来控制的，这就是女性的声音啊。大家注意啊，它中间是有停顿的。那停顿的部分呢，正好是男的在说话。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男性的声音。这其实一直就是块难啃的骨头。是，很多时候就顾此失彼了。这就是男性的声音啊，所以说这就是并行2个音轨的一个声音的特点啊。然后我们再听一下完整的声音。对，这个确实是个老大难问题了。这其实一直就是块难啃的骨头。过去呢，这两块运镜和动作往往是分开来控制的，是，很多时候就顾此失彼了。这就是你对声音应该有一个最基础的了解啊。下边我们先看一下声音处理啊，既然我们都说到这儿了，首先呢，我们需要计算一下，就是它一共有多少帧。你注意啊，在所有声音模型里边，帧率一般都是25。
由于它们3个的这个时长是一样的，我先获得一下它的这个秒数。这儿呢，我用了一个大家比较容易装上的节点啊，在我们之前做第1版的时候，大家说那个 2H 的那个节点呢，可能不容易找到，所以说呢，我采用了一个 MTB 的获取声音时长的一个节点，叫 Audio Duration。注意，它的时间是毫秒，所以说呢，我拿到它之后呢，需要除以1000，就是秒数，然后呢，我上去一个整。来保证啊，我这个时长呢是足够把这个声音给它放进去的，所以说呢，我用了一个上取整，然后呢再乘以25帧，因为1秒钟是25帧，所以说这就是总帧数。我现在的总帧数是325帧。然后我们做了一个这个音轨的分离啊，这个主要是做一些歌曲类的对口型的时候用的比较多。那我们需要把人声从这个贝斯啊和一些和弦的这个声音里边给它拿出来。当然，在这种口播里边呢，它的作用其实是不大的，但是呢，还是要有。那同样每一个呢，我们都需要给它存起来啊，所以说我们分别叫做 Audio 1和 Audio 2。而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啊？是最后你组合这个声音的时候，你总不能使用分片的声音吗？所以说你这儿一定要使用什么最后的那个合成后的声音啊。所以说这儿用的就是 reference audio 啊，是这个完整的声音。这是声音的处理啊，跟刚才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然后再连到这个节点，我们把这个 Audio 1，你要注意啊 ，Audio 1是女生，是这儿 ；Audio 2是男生啊，是这儿。然后这儿一定要选择并行。然后这儿有一个这个词向量的这样一个模型啊，使用这个节点的时候它会自动下载啊，所以说你保持你的网络畅通就可以了。最后呢，这个编码的这个向量呢，我们给它存了一下，方便我们采样的时候去使用。另外这里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项啊，叫做 reference target masks， 它肯定是一个遮罩，主要用来说明哪个角色是在画面里的哪个位置。我们看一下它是怎么来的。在这儿呢，我有2个配置项啊，分别配置了宽和高。由于是标准的16:9啊，所以说是832乘以480。然后我们把宽和高给它拿出来，我们先把原始的图像给它缩放一下。关于原始图像，我说一下，你尽量的让2个人呢是面对面的啊，侧脸的话那个对口型呢会不太准确啊，就是让你觉得比较别扭。缩放之后呢，我们先把这个存了一下，叫 reference image。下边呢，我进行了一个segment analysis， 主要是要把人给它取出来。这个取出来之后呢，将会是2个遮罩。然后呢，我还会使用这样的一个节点啊，大家注意，叫 separate mask coordinate， 把这个遮罩给它分开，因为它是2个人嘛，回头会有2个遮罩啊，我采用这个节点给它分开。大家注意啊 ，K 神也有一个类似的节点，也叫做 separate masks， 大家看一下，属于 KJ 的这个节点。这个节点的话呢，我不知道是不是 Running Hub 没有更新到最新版，还是这个节点本身有问题啊，就是在我这儿它是分不开的，所以说呢，我这儿就退而求其次啊，使用了一个这样的节点。这个节点呢，由于这个 mask 它虽然叫 mask， 但是它是个图片啊，所以说呢，我们需要先把生成的这个 mask 给它转成一个图片，然后再连过来。分割之后呢，我再给它什么转回去。在这儿转回去的时候，不要用系统的那个 image to mask。大家注意啊，这个节点呢只能转移1张图片，转移多张是有问题的。所以说呢，我这儿呢采用了另外的一个节点啊。这个节点的话呢，我们可以将2个图片同时转成遮罩啊，这样就可以了。另外呢，我这儿用了一个 Gross Mask with Blur， 就是我们希望把它扩充一下，但是你要注意，我这儿并没有扩充，我重点用到了哪个东西呢？就是用到了 Fill Holes， 就是我把中间的那个黑洞给它补上啊，让整个的遮罩是完整的。这样的话，我分割的时候才不会有问题。在这儿你唯一要注意的就是你注意分割出来到底哪个是男的，哪个是女的啊，你一定要和你这个地方给它什么，给它对应上，就这个 Audio 1和 Audio 2和你那个遮罩里边的1和2啊对应的角色，这个一定要是一致的。然后我把它存成叫 reference mask， 然后这儿清理一下显存啊。完了之后呢，我们下边就是进到这个节点啊，这个节点所有的都有了，进行编码之后呢，我们会得到一个对应的向量。这个向量呢，主要是采样的时候要用，所以说大家会发现这个叫 multi-talk embed 是连到了这个地方。一旦这个确定之后呢，我们下边其实就可以正常的来看这个工作流了。那我们先看模型加载的部分。我这采用的是 One 的 i2v 的模型，而且是一个14bit 的。然后块交换我给到了最大啊，因为这个是非常耗资源的。
然后呢，所以说我给到了40，大家注意啊，它顶多到40啊，再多了就会报错。这个跟它模型的层数是相关的。另外的话呢，我这儿有一个 Aura， 这个用的是 LTS2V， 也就是 Self-Forcing，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 Multi-Talk， 那分别呢连到这几个地方，那就可以了。完了之后呢，我们下边呢分别加载了一下视觉的编码器、文本编码器，还有我们的 VE。然后分别呢把它存了一下，我们需要生成图片编码啊，用到的节点呢就是这个 OneVideo Clip Vision Encode。我们把图片编码器拿过来啊，参考图片拿过来，完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经过这个编码得到一个Image Embed， 然后再经过我们的 OneVideo Image to Value Encode 得到Image Embed。大家注意啊，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浅空间啊，虽然都叫 Image Embed。那这儿呢，我们需要把VE 连过来 ，Clip Embed 连过来，然后这是我们的即时图片宽高和我们的帧数，这个都比较容易理解啊。这个呢，在我们的采样的时候会连到这个 Image Embed 里边。那我们提示词的部分呢是连到 Text Embed 里边啊。那提示词的部分这个很容易理解啊。我们的文本编码器这儿有一个提示词，一个男人正在和一个女人聊天。然后呢，得到了这个文本的嵌入式向量。然后呢，我增加了一些辅助的像啊，包括 SLJ、Enhance Video。另外呢，我们加了一个 Context， 这个给大家说过，由于这个视频比较长，我们不可能把上下文窗口当成整个的这个视频的长度，所以说呢，我们用了一个上下文窗口的一个设置啊，这用的是81帧。这个我们在之前给大家测试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用了上下文窗口的话呢，镜头会切换。然后我们这儿还用到了一个 Unit 3C 啊，去控制镜头。我们把原始的图片给它重复了81帧，然后作为参考的这个视频。然后经过我们编码之后呢，可以生成一个 Unit 3C 的 Embed， 然后我们给它存起来。采样的时候呢，连到这个地方。那最后呢是解码的部分了，很容易去理解啊。然后我们看一下最后的这个效果，我把它同步一下。对，这个叙事是个老大难问题了。这其实一直就是块难啃的骨头。过去呢，这两块运镜和动作往往是分开来控制的，是，很多时候就顾此失彼了。好，这就是完整的这个效果啊，还是非常棒的。那有的人在问我啊，说我们如果想把分辨率调小，这个怎么办啊？分辨率调小，你可以调它，就是宽度和高度啊，调这个地方就行。但是有人说我这个时长想调小，由于这儿没有 frames 啊 ，frames 是靠这儿计算出来的，所以说你要调小的话呢，可以把加载的时候持续时间给它调小，因为我这儿没有控制，它每一个是12秒啊，你可以自己设一下，比方设成5秒。当然你尽量的保证有一个男角色和有一个女角色出现啊，如果你只有一个声音的话，这个就脱离了我们这个 Multi-Talk 应用的一个本质了，对吧？另外呢，还是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耗费的资源还是比较大的。24G 的显存降8万能跑下来啊。如果你想比较顺畅的话呢，建议大家还是用48G 的这个显存来跑。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还等什么？赶紧自己试一下吧。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